1、2、3。河南叶县一场暴雨，将埋藏在地下上千年的宰相古墓遗迹冲出地面，顿時引起轩然大波。古墓内部不仅出土了现代人制作的矿泉水瓶子，还挖出了类似炮弹一样的铁蛋蛋。那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为何古墓會出現鐵蛋蛋？讓當時的考古隊員不僅興奮而緊迫。一方面要展開搶救性挖掘，一方面要評估古墓考古價值。正當考古人員對古墓展開挖掘的時候，一個意外發現讓考古人員對古墓產生了極大興趣。古墓並不是用簡單的夯土回填，而是用重達幾百斤的巨石堆疊而成。對於見多識廣的專家來說，這樣由巨石組成的古墓肯定不簡單。專家斷言，難道自己遇上了傳說中的基石墓？大家都知道，事出有因必有妖，這些石頭並不是簡單的組合，而是有人工打磨，稜角分明，鋒利無比。只有身份顯赫的權貴，才能在死後花費巨資，用巨石阻擋後人盜掘自己的陪葬品。普通人的墓葬都是採用簡單的埋葬方式。就在2018年夏天，一場暴雨過後，考古人員意外發現春秋戰國宰相墓，距今已有上千年。當考古人員挖開封土，竟發現古墓不簡單，不是由單一的封土回填，而是在土層底部掩蓋了重達上百公斤的巨石。這些巨石下方還有數量巨大的細沙，甚至細沙都不是在本地採挖，都是經過挑選大小均勻，大鍋翻炒，讓細沙中的水分蒸發，這樣才會有更大的流動性。就像水一樣，一旦盜墓賊進入古墓，就會快速被流動的細沙掩埋。而古人為了守住自己的陪葬品，往往是埋得很深，往往埋得越深就越有價值。所以古人就發現了一種叫流沙墓的墓葬形式。而這座春秋戰國宰相墓，不但用厚厚的3米多深的細沙填充，在其中還回填了上百噸的石塊。如果說盜墓者一旦進入其中，不是被細沙困住，也要被巨石砸傷砸死。這就是我國流沙墓的危險之處，讓無數盜墓者聞風喪膽。那河南春秋戰國宰相墓到底能出土什麼有價值的文物？這座流沙墓又是怎麼被考古人員揭開面紗的呢？河南葉縣一場暴雨，將埋藏在地下上千年的宰相古墓遺迹衝出地面，頓時引起軒然大波。古墓內部不僅出土了現代人制作的礦泉水瓶子，還挖出了類似炮彈一樣的鐵蛋蛋。那墓主人到底是誰？為何古墓會出現鐵蛋蛋？讓當時的考古隊員不僅興奮而緊迫。一方面要展開搶救性挖掘，一方面要評估古墓價值。正當考古人員對古墓展開挖掘的時候，一個意外發現讓考古人員對古墓產生了極大興趣。古墓並不是用簡單的夯土回填，而是用重達幾百斤的巨石堆疊而成。對於見多識廣的專家來說，這樣由巨石組成的古墓肯定不簡單。專家斷言，難道自己遇上了傳說中的基石墓？而早在公元前的506年的楚國，有2位吳國士兵正在開挖一座楚國墓葬。2個士兵分工明確，一個負責前面挖掘，一個負責後面運土。這2位士兵很早就聽說楚國人善於制作流沙墓，所以在來之前就攜帶了水源，讓細沙凝固。可當他們挖到一半的時候，流動的細沙就像吃人的嘴，很快就將前面挖掘的士兵給困住了。後面的士兵就親眼看着同伴被流沙吞食。可見這座流沙墓所使用的流沙數量之多，就可以得知墓主人的身份高貴顯赫。這也可以確定墓葬內的陪葬品之多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這2個士兵並不是簡單的挖墓賊，而是吳國伍子胥盜墓祖師爺的手下。這座河南葉縣的中國第一凶墓，在數千年來遭到了無數次盜掘，但仍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。傳說墓中各種機關讓不少盜墓賊命喪於此。當專家挖開墓室時，就挖出了不少於80具不同年代的屍骨。而墓主人不單單採用了流沙，還在流沙中放置了大小不一的石塊，大的幾百公斤，小的石塊也有3-4公斤。所以說，吳國的士兵雖然知道細沙流動特點，但無法逃過石塊墜落的命運。
河南葉縣一場暴雨，將埋葬在地下上千年的宰相古墓遺跡衝出地面，頓時引起軒然大波。古墓內部不僅出土了現代人制作的礦泉水瓶子，還挖出了類似炮彈一樣的鐵蛋蛋。那墓主人到底是誰？為何古墓會出現鐵蛋蛋？讓當時的考古隊員不僅興奮而緊迫，一方面要展開搶救性挖掘，一方面要評估古墓價值。正當考古人員對古墓展開挖掘的時候，一個意外發現讓考古人員對古墓產生了極大興趣。古墓並不是用簡單的夯土回填，而是用重達幾百斤的巨石堆疊而成。對於见多識廣的專家來說，這樣由巨石組成的古墓肯定不簡單。專家斷言，難道自己遇上了傳說中的基石流沙墓？2000多年的基石流沙墓中驚現80多具不同年代的白骨，在專家的挖掘中還發現盜洞上百個，而最終古墓內的陪葬品並未丟失。這也讓專家組好奇，為何經過數百次的盜竊，只是挖開了表面的封土？當專家確定了古墓的埋葬方式後，才進行更深入的開挖。原來古墓的好東西都埋藏在墓室底部。果然，在專家組的努力下，調來了大型機械，把古墓的表面石塊和沙土全部挖空後，出現在專家眼前的是一座總面積達到200平米的大型墓室。墓主人的棺床竟是放在高達7米的懸崖邊上，可以说墓主人對陪葬的愛惜程度。他不僅在自己棺床上方擺放了流沙和基石，甚至還在距離主棺床附近另外擺放了另一具木棺，可見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尊貴。這樣等級高貴的墓主人，肯定是一位皇室成員或是大將軍。但在古墓內，並未找到可以證明墓主身份的墓誌銘。經過1年多的考古發現，最終在河南葉縣的古墓中，出土了1000多件青銅器和2000多件玉器。最後還給專家來了個驚喜，一把保存了2000多年的青銅劍寒光凛冽，可以推斷墓主人是位武將。好了，這就是葉縣的流沙基石墓。